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宗门平安，一地百姓平安。江澄被金光瑶莫名其妙的指控，表情如同吞了10万只苍蝇一样恶心。还有你说的炼尸场参与人员已经被处死了。不等金光瑶再说些什么，江澄怒气冲冲地甩了甩衣袖，朝着门外走去，还带起一股凌厉的风。敛方尊、抱山散人之徒小星辰道长在门外求见。一名侍从小步跑到门外，高声喊道：“抱山散人4个字将正要出门的江澄定在了原地。无他，他想到了魏无羡，想到了那座山上被修复的金丹。江澄自我安慰道：就多待一会，能还了这个恩情就还，从此和抱山一脉再不相欠。如果实在不行，以后再找机会。金光瑶看见江澄微妙的表情，眼底闪过一丝精明。那么想留总得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呢。江宗主，不如与我一同前去。江澄看着一脸笑意的金光瑶，冷着脸颔首表示愿意一同前往接见。小矮子，好久不见。薛洋看见顶着大高帽，一脸贱兮兮的笑着的金光瑶，打招呼道。薛洋展示了一下自己被绑着的手腕，耸了耸肩膀，一脸无奈。阁下可是小道长，有失远迎。不知小道长此次光临寒舍，有何指教？这又是缘何？金光瑶按照惯例对小星辰一番亲切的问候，对于薛洋并没有给太多的眼神，但却不动声色把话题权交给了薛洋。程美这是犯了什么错？还不向道长道歉？狗屁的道歉！小矮子，别人砍小爷一根指头，小爷却要回这根指头，有错吗？三弟，这真是热闹啊！聂明觉带着一群人乌泱泱的出现在了门外，同时金鳞台天空上方也出现了一群蓝家的修士。赫然为首的便是蓝氏宗主蓝曦臣，还有长老堂的几位长老们，与蓝聂2大世家一同来的，还有各自附属的宗门宗主们。金光瑶眯起眼打量着来势汹汹的一群人，很好，接下来就看父亲怎么接招了。金光瑶面不显色，错愕道：“大哥、二哥，你们怎么来了？还有诸位宗主们，来，自然有要事。既然江宗主也在场，正好一到，说明聂明觉也没有和金光瑶多废话什么，径直问道：金宗主，今日可有在家中？父亲自然是在的。金光瑶看着那么多人，微面露难色。各位宗主，此次并未在清谈会期间，一下子来那么多客人，恐怕诸位家主要委屈一下了。金光瑶转身安排侍从去进行座位布置，要求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小道长也一起吧，你出山那会遇见的事也与此事有关。一名白胡子的修士委婉地说道。小星辰遇见此变故也有些猝不及防，与自己也有关。也罢，就进去一同看看。金家练武场上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将座位布置划分成了2大区域，泾渭分明。原是风和日丽的天也隐隐暗了下来，被风带起的黄沙使人不能看清对面的细微变化，风的呼啸声、镣铐的碰撞声，还有长短不一的呼吸声，寂静而又喧闹。金光善来到练武场实践着的便是这一景象，在场无人发声，都在等一个人来打破沉默。而这个人也是全场都在等候着的兰陵金氏宗主金光善。金光善虽说在屋内就收到了消息，但看着这来势汹汹的架势，必须得有一个人背锅了，能甩就甩。金光善不显山不显水，反而乐呵呵地朝着在场的人打招呼道：不知各位家主前来，有失远迎。时间局促，也只能安排成这样，受累了，受累了。金光善朝着金光瑶使了个眼色，随后大袖子一甩，欣然入座。金光善双手撑在大腿上，神情不解道：诸位家主，皆不知有何指教。蓝曦臣与聂明觉相视数秒，此事交由清河聂氏发言最为合适。清河聂氏率先发现炼尸场，察觉活人炼尸等伤天害理之事。聂明觉食指朝前摇了摇，门下弟子很有眼力见的将自己控制着的鬼修与活尸推至练武场的中心。推搡间，铁链碰撞发出刺耳的金属声，夹杂着活尸的嘶吼声，听得人眉头紧锁。江澄看着中心的鬼修与活尸，心中愈发烦闷。这个配置会让他不由自主想到魏无羡与他的鬼将军温琼林。金陵的父亲金自轩因温宁而死，而阿姐更是因为魏无羡死去。他厌恶任何可能引起他回忆这个人的事物，但又希望有东西可以证明魏无羡存在过，
证明魏无羡做的都是错的。看，这些鬼修与活尸不就是他错的证明？魏无羡自作聪明创立鬼道，害的却是天下苍生。金宗主，今日我等上门前来讨要一个说法。我与胞弟经过兰陵萍乡时，遇见一炼尸场，共计100余名村民遇害。而在我和怀桑勘察炼尸场时，被一金家修士放火围杀，我和怀桑侥幸逃脱，所以希望金宗主给清河一个交代，也给遇害的百姓一个交代。聂明觉并没有直接用炼尸场发现的刑具要求金光善给出答复，因为他和蓝曦臣一致认为只用刑具，对方可以有千万种理由逃避。而放火杀人自己和怀桑作为直接受害人，把这个作为切入点，金家就无法脱责。虽然蓝聂两家带来的家主们大概知道炼尸场的事情，但也没想到这般惊险。